第186章猜测与想法。古拉因城旅馆房间内，克莱恩坐在安乐椅上，伸手接过了赢家恩佐端来的加柠檬片红茶。他的另外一边，地狱上将路德维尔脸戴面具，腰挎刺剑，笔直站立，就仿佛最忠心的侍卫。直到此时，完全平复下来的克莱恩才有足够的心力去分析死神陵寝内发生的事情，其中他最在意的是究竟哪位存在于关键时刻帮助阿兹克先生摆脱了困境，并给出了3个选择。首先，女性的嗓音；其次，这件事情对他肯定有利，否则没谁会跨越遥远的距离过来提供援助。当然，如果只是恰好路过，基于好心顺手帮一下忙，那也是可以理解能够接受的。可问题在于，那陵寝是死神陨落时神力特性尸骸与自然环境结合的产物，没有相应的钥匙，就连神灵都发现不了，打不开门，怎么可能有谁偶尔路过？再次，阿兹克先生的行动非常突然，没先去找灵教团执行人造死神计划的成员打听情报，直接就循着呼喊来到狂暴海，进入了死神宝库。如果不是能定位我和他其中一人，或拥有强大的预知能力，几乎没有哪位存在能这么快这么及时赶到。最后能从阿兹克先生体内归来的萨林格尔，几乎可以确定是第4季那位我疯了，我也更强了的死神。那女性嗓音竟然直呼他的名字，没有一点尊敬。克莱恩认真分析之中，突然有了一个猜测，却又忍不住想避开那个可能。据他所知，黑夜、死神、巨人3条非凡途径属于一组，可以在高序列互换。而女神除了借助绯红之主这个尊名或可能存在的特定灵级封印物，占据着月亮一部分权柄，还有安眠与寂静的领主这种完全可以指向冥界、指向死神领域的称号。而上次迷雾小镇的经历，以及自身在停更时时有借助圣剑与女神见证下订立誓约的事实，加上女神明显还拥有厄运权柄这点，让克莱恩相信自己可能已经上了对方的特别关注名单，就像他利用海神权杖标记某些信徒一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如果真是女神，那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答。作为7大正神之一，作为苍白年代最后的胜利者之一，他有足够的位格和层次直呼死神的名字，而被他标记的我，一旦出现异变，比如进入死神宝库这种古怪的地方，他肯定能有所察觉，做出应对，并且因为这必然会存在一个周期，所以没能在一开始就感到阻止。对他来说，那人造死神或者初步活化的死神途径唯一性，可以明显加强安眠与寂静方面的权柄，甚至让他直接侵蚀死神领域，如同欲望母树对背负之神做的那样。死神陨落时，3份序列1应该有主动分离，不知被谁得到了。如果女神再搜集到他们，或许称号里就要加上古老冥界的主宰、所有亡灵的君主等内容了。阿兹克先生虽然有被教会的高序列强者追踪，但始终没受到实质的威胁，看来女神一直在等待今天的事情发生。想到这里，克莱恩忽然心虚，他相当虔诚，至少表面相当虔诚的抬起右手，在胸口顺时针点了4下，画了个绯红之月，并喃喃自语道：赞美女神。这让他想到了当初就怎么弄到占卜家高序列魔药配方请教命运之蛇威尔昂塞汀时收获的回答，只能找疯掉的查拉图，或者去霍纳奇斯山脉。如果你是黑夜的眷者，就当我没说迷雾小镇的事情后，克莱恩已然发现去霍纳奇斯山脉和找查拉图是同一个选项，就连到圣塞摩尔教堂地底窃取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也一样。可直到今天，他才觉得后面半句废话也许并不是没有意义。他抬手摩挲起下巴，无声自语道：也许，大概，可能，我真算是黑夜的眷者。对于这一点，克莱恩其实并不是太排斥。一方面，他来到这个世界后最初的岁月是在黑夜教会停更市职业者小队度过的，有一群很好的队友和同事，有相对温馨的生活，有比较认可的理念，直至现在依旧时常回想。所以虽然谈不上信仰黑夜女神，但对这位神灵的认可度最高。另一方面，至少到目前，黑夜女神尚未表现出恶意，反倒给予了一定的恩赐。克莱恩想着，既然已经被做了特殊标记，短时间内也摆脱不了，那只能学会接受，充分利用。当然，该有的警惕也必不可少。另外，欲望母树真实造物主、原初魔女、原始月亮、毒神者阿蒙、命运天使乌洛留斯等敌对者已经太多，某些甚至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抓住我的行踪，不找一根大腿抱住，
未来真的会非常艰难。面对过太多事情的克莱恩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对他来说，只要女神标记自己是从借助圣剑订立誓约开始，而非更早，并且不是一直监控，那他就能够接受。至少从海神权杖对特殊信徒的标记看，一直监控是不成立的。阿兹克先生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处于沉睡状态，女神也不是说神降就能神降，必然会有相应的阻碍和困难，否则7大正神早就满世界神降，解决各种问题了。所以我在南大陆的低调一点，老实一点，尽量不将希望寄托于外在。克莱恩提醒了自己几句，转而审视起新的密偶地狱上将路德维尔。坦白的讲，他对那张银白面具下掩盖的脸孔一直相当好奇，可想到上次战斗时路德维尔摘掉面具后造成的异变，又按捺住了心思，准备离开城市，进入丛林和其他无人之地后再做尝试。经过一番忙碌，克莱恩初步弄清楚了新密偶的序列和能力。路德维尔是死神途径的序列5看门人，并且不是正常人类。相应序列9是收尸人，克莱恩在停更室时就已知晓具体的情况，清楚他们会具备一定的尸体特质，整个人显得颇为阴森，体温较低，从而避免被无智慧的亡灵袭击。同时，他们还获得了身体素质的提升，能承受腐烂、寒冷和死亡气息的侵蚀，天然具备灵视，并且了解诸多不死生物的特点和弱处。序列8是掘墓人，晋升至这个层次的收尸人体魄更为强壮，灵视更加厉害，身手更为敏捷，能初步沟通附近少量的灵，让他们提供帮助。除了这些，掘墓人哪怕面对不熟悉的不死生物和灵界生物时，也能通过观察很快找出他们的弱点，这叫死亡之眼。序列7通灵者属于质变阶段，非凡者将掌握各种与灵相关的神秘学仪式，能直接与现实世界的自然灵和徘徊的亡魂沟通，于他们而言，到处都是线人。同时，他们能借助不同的灵来实现各种魔法，制造各种超自然现象，相当全面。序列6死灵导师和序列5看门人相对通灵者来说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只不过扩大了沟通的范围。死灵导师开始涉足灵界，能自行招募信使，获得某些灵界生物的帮助。看门人可感应到冥界的入口，驱使里面的亡灵，就像在守卫生与死的间隔。从通灵者开始，随着序列的每一次提升，非凡者能控制和驱使的自然灵、不死生物、灵界生物数量和质量都爆发性增长。死灵导师还额外掌握了能绕过血肉之躯保护的王者之语，将针对灵体的沟通上升为驱使，甚至奴役。看门人则能有限度利用生与死之间的那扇神秘大门，通往冥界的大门。要不是阿兹克同少天然克制收尸人途径对灵的掌控，我当初都未必有和地狱上将一战的资格。而就算现在，如果不是有旅行保底，即使用上半神层次的能力，也多半解决不了路德维尔。以后向因斯赞格维尔复仇时，得注意这一点。他曾经是看门人克莱恩边轻轻颔首，边端起杯子喝了口红茶。至于路德维尔那把武器，叫做哈里斯刺剑，来源于南大陆古代一位王子，他并不直接对应哪条途径哪条序列，更接近北方之王尤里斯安那种相似特性无规律聚合的产物。他只有一种非凡能力，那就是为刺中的事物带来绝对的毁灭。作为赏金最高的海盗将军，路德维尔并不止这一件神奇物品。可惜的是，他最珍贵的死神戒指被阿兹克拿走了，脸上戴着的银白面具，克莱恩短时间内也没法取下研究。还有，他真的不爱钱，他对钱没有一点需求。克莱恩放下杯子，收回目光，决定趁时间还较早，离开古拉因城，去别的地方等着达尼兹那边完成调查。第187章完美的推理。贝克兰德，乔伍德区。正在睡午觉的福尔斯突然从梦中惊醒，看见了无边无际的灰白雾气和低头做着祷告的月亮先生，听到了源于对方的清晰话语。贝克兰德东南郊德莱尔森林中央有一座废弃的古堡，里面至少有2个古老怨灵出没，并且还存在别的亡魂，不排除有非凡者隐居在那里的可能。坐标位置是，总算有记录关主材料的消息了，价值300磅的消息。福尔斯一阵欣喜，当即感谢起愚者先生，并请他转告月亮，稍后就会支付报酬。结束掉这件事情，他翻身起床，下至1楼，打算倒杯酒喝，顺便想一想什么时候去探索那座废弃古堡，以及需要做什么准备。莱曼诺的旅行笔记最近不能租出去，修也得带上。
那座废弃古堡亡灵不少，相当危险，得考虑一下魔法的搭配，如果有缺陷或者不够针对，就花钱请世界先生、倒吊人先生、太阳他们记录相应的非凡能力。福尔斯虽然实战经验不多，但也在几个非凡者圈子混了好些年，后来还加入了塔罗会，听得多了，见得多了，自然而然也就知道冒险前该怎么做准备了。至于直接请世界先生代劳这个选项，他早就不做考虑，认为将所有的收获加自己的存款都给对方，也匹配不了酬劳。当然，如果他尝试性的探索证明那座废弃古堡确实非常危险，不是他这个层次的非凡者能够深入的地方，那他也会勇于背负欠债，毕竟活着才有希望，活着才有未来。理论上应该到不了这一步，莱曼诺的旅行笔记上还有世界先生遗留的2个半神层次非凡能力，顶多先使用，后想办法补齐。唯一的问题在于，那2个半神层次非凡能力未必适合对付怨灵和亡魂。福尔斯抿了口凛冬黑兰德，各种想法逐渐成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了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本能将目光投向了门口。大门猛地向后敞开，修提着2个散发出浓郁香味的纸袋走了进来。迪西馅饼，福尔斯先是脱口询问，接着疑惑皱眉：“你最近不是有很多委托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修将其中一袋迪西馅饼丢了过去，难掩笑意的说道：“我刚好路过，又没吃午餐，打算休息一下。”不等福尔斯再问，他主动说道：“我攒够功勋了，很快就可以兑换审讯者魔药配方了。”虽然他监控宫廷侍卫长斯特福德子爵的任务还没有实质进展，但这属于日常也能积累功勋的类型，每周只要提交一份合格的报告，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赏金，所以加上其他委托不同程度的完成，修已然能够拿到审讯者魔药配方。终于，福尔斯由衷的替好友感到高兴，然后摇了摇手中的酒杯，要不要喝一点，庆祝一下？与此同时，他又联想起了自己的事情，这实在太好了，成为序列7之后，修应该能出现一定的质变，探索那座古堡的事情更有把握了。修望了眼酒杯中的透明液体，连续摇头道：“喝酒不好。”说着，他皱了下眉头，而且我讨厌它的味道。抢在福尔斯开口前，他突然想起一事，直接站起，走向了门口。我刚才看见信报箱里塞满了东西，你今天都没有打开过吗？还没来得及，福尔斯摆出一副我很忙，我要赶稿的样子。修是非常有行动力的人，根本没听他的解释，已然开门出去，摆弄起信报箱。过了10来秒，他拿着一堆报纸和几封信件返回了屋内，边看收信人边说道：“都是你的，2封出版社寄来的，一封外科手术交流的邀请函，一封来自普利兹港。”福尔斯心中一动，放下酒杯，接住了修扔过来的信。他当着好友的面，看似坦然地拆开了所有信件，发现其中一封果然是自家老师多里安·格雷亚伯拉罕寄来的。卡尔德隆城是灵界深处相当特殊的一个地方，我并不能确认它的来历，只知道那里非常危险，曾经有半神进入，再也未能出来。你将具体的灵界坐标卖给那个聚会成员时，有必要提醒他一下，世界先生的目标是这么危险的一座灵界城市。福尔斯注视着手中的信纸，眼睛微有睁大。已抵达下一个东拜朗城市的红手套小队与当地职业者会合，占据了对方一个办公室。大家休整半天，凌晨开始行动。索斯特掏出怀表，按开看了一眼。他们这次是要打击灵教团一个隐秘据点，找到更多的人造死神计划资料，挖出另一组隐藏在贝克兰德的敌人。至于从乌利卡那里获得的情报，已然通过电报的形式传递回贝克兰德，不需要他们再操心后续的处理。毕竟不是只有他们一支红手套小队，贝克兰德的本地职业者更是数量众多，实力强大。伦纳德和戴利等人正要各找地方休息，因为有部分东拜朗血统的职业者拿着一张纸进来道：“有新的电报，来自贝克兰德。”索斯特伸手接过那张纸，展开看了几秒，表情凝重的说道：“格尔曼斯帕罗又出现了，利用占卜的手段确认，就是本人格尔曼斯帕罗。”伦纳德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因为他早就从道恩唐泰斯那里知晓前同事克莱恩莫雷蒂还活着。他好奇问道：“格尔曼斯帕罗又做了什么？”索斯特环顾一圈，严肃说道：“他登上黑色郁金香号，将地狱上将路德维尔转化为了自己的密偶地狱上将。”路德维尔，密偶！红手套们难掩惊愕的纷纷出声，
就连伦纳德·米切尔也极为诧异。要知道，带着死神遗留戒指的地狱上将路德维尔在七大海盗将军里赏金最高，实力最强，是公认的四王之下第一人，绝非普通的序列5可以比拟。而格尔曼斯帕罗竟然能在他的船上，在他的亡灵大军和众多下属簇拥中，将他变成密偶。虽然他们对无面人、对密偶大师不是太了解，但仅是密偶这个名词，就能让人直观的知道地狱上将路德维尔的结局可能比死亡还要悲惨。他强大到了这种程度，他潜入圣塞摩尔教堂查尼斯门后是半神仪式的需要。伦纳德逐渐沉默了下来，没再询问。这时，索斯特主动说道：“据从黑色郁金香号上逃出来的船员说，当时并没有发生战斗。格尔曼斯帕罗是和另一位男子一起登船的。地狱上将路德维尔一看见对方，就放弃了抵抗，匍匐在甲板上，口称死亡执政官。之后任由格尔曼斯帕罗将自己变成密偶。死亡执政官。”伦纳德下意识侧头看向了戴利西蒙尼，在他想来，这位收拾人途径的序列5应该清楚死亡执政官代表什么。戴利呵了一声，摇了下头道：“我只知道过去的拜朗帝国统治现实世界的是死神的血裔，被称为死亡执政官可灵教团皇室派的首领从未自称死亡执政官。”另一位红手套辛迪疑惑开口道：“这是职业者内部较为公开的资料，到了序列7以上或者加入了红手套，都有资格翻阅。至于人造死神派，那更是不会有人自称死亡执政官。谁知道呢？也许灵教团又分裂繁殖了，多了一个死亡执政官派。”戴利先是随口回应，旋即若有所思的说道：“格尔曼斯帕罗来历神秘，潜入查尼斯门后的目的未知，或许真或灵教团有关。灵教团一直是黑夜教会打击的主要目标，双方矛盾极深。”这句话一下提醒了伦纳德·米切尔，因为他知道格尔曼斯帕罗就是克莱恩·莫雷蒂，并且加入了一个以塔罗牌为象征、崇拜愚者的隐秘组织，与灵教团顶多有合作关系。灵教团目前的几个派系都没有死亡执政官，地狱上将路德维尔几乎可以确认是灵教团的手臂，对付他就等于对付灵教团。道恩·唐泰斯曾经说过，那个隐秘组织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目的。克莱恩的目的是复仇，那会不会有一位的目的是打击灵教团，逐渐收编他们，以自我为主复活或再造死神？既然存在道恩·唐泰斯这个第4纪存活下来的不死怪物，那个隐秘组织再有一位古代死亡执政官也很正常，或许他对应的塔罗牌就是死神。思绪电转间，伦纳德觉得自己已经把握到了真相，然后他又联想到了一些细节。道恩·唐泰斯是第4纪存活下来的不死怪物，他对南大陆很了解，他最近离开了贝克兰德，目前行踪不明。伦纳德悚然一惊，趁队友们讨论的机会，端起茶杯，遮住嘴巴，低声自语道：“老头，道恩·唐泰斯会不会就是死亡执政官？”帕列斯·索罗亚斯德略显苍老的嗓音带着些微笑意道：“不是，拜朗帝国的死亡执政官既是地位称号，也是当时死神途径序列2的名称。序列2那个隐秘组织还有为序列2的天使。”伦纳德眸光一缩，再次低语道：“你为什么确定道恩·唐泰斯不是死亡执政官？因为他并非天使。”帕列斯顿时呵呵笑道：“不，原因很简单，你见过真正死亡执政官的画像，当初你们职业者调查韦尔奇自杀案时，甚至可能和他有过接触。他是霍伊大学历史系的教员，阿兹克艾格斯。”阿兹克艾格斯。伦纳德先是一怔，旋即恍然，他终于明白了克莱恩·莫雷蒂为什么能死而复生，为什么被诅咒了也没什么问题，为什么能加入那个以塔罗牌为象征的隐秘组织，而平时都不见有什么太过特异的地方。原因就是克莱恩背后存在一位隐秘组织成员，对应塔罗牌为死神。第188章卡尔德隆的来历。拜亚姆贫民区，戴着面具拉好了兜帽的倒吊人阿尔杰又一次与心智上将加德利亚见面了。两人隔着一张桌子相对而坐，许久没谁说话。终于心智上将加德利亚开口了：“那个情报听说了吗？”阿尔杰没做正面回答，反问道：“格尔曼斯帕罗的？”加德利亚沉默几秒，点了点头。他将地狱上将变成了自己的密偶，而无论之前的血之上将还是现在的地狱上将，都是赏金高过他的海盗。就算他再自信，也不认为这2位序列5中的佼佼者会明显弱于自己。
你比我预想的更早知道。阿尔杰委婉的确认了隐者的情报是正确的。作为风暴教会掌控大海的一环，他能直接从官方渠道获得情报。加德利亚微勾嘴角道，如果未来号正航行于海上，那我可能得等几天，甚至几周才能知道。但我最近都在拜亚姆，他没透露自己的情报来源。顿了顿，这位新职上将坦然问道，对于这件事情，你还知道什么？倒吊人阿尔杰摇了摇头，我正要弄清楚具体情况，就看见了你的联络标志，赶过来见面了。加德利亚微微颔首道，格尔曼斯帕罗和地狱上将没发生战斗，路德维尔自己放弃了抵抗，因为和格尔曼斯帕罗一起登上黑色郁金香号的那位男子被他称为死亡执政官。死亡执政官，阿尔杰的瞳孔豁然放大，感受到了某种不可言喻的压力。这样的称号可不是随便一位半神就能承担的，而且那不是对方自我标榜，是地狱上将路德维尔主动尊称，并为此放弃了抵抗，宁愿失去生命。见倒吊人没有开口，加德利亚自顾自补充道，在死神途径，死亡执政官是序列2的名称，当然历代拜朗帝国的皇帝也会冠以这个称号。果然，一位天使，死神领域的天使。阿尔杰自动忽略了后面那种可能，毕竟根据扮演法，拜朗帝国灭亡前，皇帝的位置肯定会由序列2的天使把持，而能让地狱上将毫无反抗的变成格尔曼斯帕罗的密偶，绝非单纯的称号能够办到。就在这时，阿尔杰突然联想到了一件事情，让他印象极为深刻的事情。飓风中将麒麟格斯在逃跑成功后，僵立在了人工湖泊旁，脸庞飞快腐烂，血肉一块接一块的掉落，就连眼珠都脱离了头部。这毫无疑问源于死神领域强大力量的伤害，而阿尔杰事后确认，这是愚者先生卷者做的，能让一位海盗将军，携带着厉害封印物的海盗将军，这样快速，这样没有一点抵抗能力的死去。出手者的层次和位格可想而知。风暴教会的神之歌者斯内克大主教当场就判断这是一位死神途径高序列强者做的，并且不是他认识的那位。阿尔杰对此没有疑问，初步相信这是序列4或者序列3的半神，也就是圣者做的，并因愚者先生手下一位卷者就是高序列而震惊惶恐。现在他悄然却艰难地吞了口唾沫，认为自己当初还是低估了愚者先生，低估了那位卷者。对方不是圣者，而是地上天使，与各大正神教会的三重冠冕者位居一个层次。三重冠冕在宗教领域代指各大教会的教宗、教皇、牧首。一位死亡执政官做卷者，愚者先生虽然自己还在复苏当中，但能动用的力量并不少啊。阿尔杰思绪沸腾，眸光闪烁，短暂不知该说点什么。星之上将加德利亚察觉到了他的沉默，主动开口道，你似乎想起了什么。阿尔杰斟酌了2秒，含糊说道，据我所知，愚者先生的卷者里有一位死亡天使，这就对应上了。加德利亚似自言自语般说道，世界承诺的神话生物血液为什么不是这位死亡天使的？因为另外那位更亲近，更容易拿到。或许阿尔杰虽然觉得星之上将的推测没有问题，但还是习惯性不做肯定的答复。加德利亚没再继续这个话题，转而说道，今晚7点半到8点开始行动，如果你能参与，就和我一起过去，终于调查清楚工匠那边的状况了。阿尔杰暗中松了口气，略感疑惑地问道，为什么是晚上7点半到8点间？这并不是最适合隐秘行动的时间段，一旦出现什么纰漏，官方非凡者很快就能察觉，并迅速赶到。加德利亚推了推鼻梁上架着的厚重眼镜，笑容略显复杂地回答道，因为那是他们的晚餐时间，而他们今天的晚餐是蘑菇，这有什么联系？经验丰富的阿尔杰发现自己竟然听不懂星之上将潜藏的话语了。东拜朗，茂密而湿热的丛林里，克莱恩故意偏离主要道路，来到了无人区域，预备等会让密偶路德维尔主动取下脸上戴着的那张银白色面具。这不仅是由于他好奇，还有现实的因素，那张银白面具太过显眼，如果不做处理，不管他再怎么伪装地狱上将，都没法不让别人注意。密偶大师最大的困扰应该就是密偶的身份问题了，越是厉害的密偶，生前肯定越为出名，随身携带必然存在暴露的风险。如果不是当时没处理黑色郁金香号的海盗，倒是有办法做一定的规避，比如让路德维尔继续做船长，我伪装成他的下属，对无面人来说这很简单。克莱恩感慨之余，
继续穿行于丛林间。他周围蚊虫众多，却没有一只来骚扰他，全部围着地狱上将路德维尔打转，想要吸取血液，却什么都无法得到。克莱恩将那枚招惹蚊虫的绿华戒指分配给了新密欧，因为它的效果被血之花戒指完全覆盖，赢家恩佐同时带2枚意义不大。另外，克莱恩确认路德维尔情况特殊，不是那么害怕蚊虫叮咬。又走了一阵，克莱恩看似随手的抛了枚硬币，停下了脚步。他考虑了几秒，决定先把另外一件事情弄完，再揭开新密欧的面具，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确认面具下隐藏的危险究竟有多大。掏出相应的物品，克莱恩快速布置起仪式，将那个无线电收报机从灰雾之上转移到了现实世界。他要联络魔镜阿罗德斯。他离开古拉因城前，已支付350磅从魔术师小姐那里获得卡尔德隆城的临界坐标，并得到了那里非常危险的提醒，所以打算从2条渠道获取更多的情报，以准备狩猎行动。那2条渠道，一是问魔镜，二是问红光。在阿兹克先生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沉眠的情况下，克莱恩决定不再犹豫，主动的拓展人脉，至少不能吊死在黑夜女神这一棵树上，总得找点力量来平衡。而相对友善的临界七光就是目前最好的对象。随着那台无线电收报机的出现，周围丛林忽然变得阴冷晦暗，就仿佛临界在这里与现实有了交融。也就是10来秒的功夫，哒哒哒的声音响起，虚幻的白纸缩头缩脑的吐了出来。伟大的、至高的、超然的主人，您忠诚的、谦虚的、卑微的仆人阿罗德斯因您召唤而来，这里暂时没什么危险，您觉得呢？看见那充满谄媚劲的称呼，克莱恩无声松了口气，终于确认连通的是魔镜阿罗德斯。他之前非常害怕白纸上出现我想给你生孩子等内容，当然他提前有在灰雾之上占卜过联络魔镜阿罗德斯的危险程度，得到了没什么问题的答案，但欲望母数干扰他占卜成功的例子在前。自身解读潜入圣塞摩尔教堂查尼斯门后的启示出现错误于后，他委实不敢太过放心。确实，克莱恩矜持点头，转而问道：你对临界卡尔德隆城有什么了解？哒哒哒，一截虚幻白纸犹犹豫豫的离开了无线电收报机。我对那座城市看得不太清楚，不知道里面具体的情况，只能确认曾经有圣者陨落在那里，也有某些天使、旅行家和临界生物曾经进去探索，相对顺利的活着离开，但都没什么太大的收获。还有，我知道那座城市的来历。不等克莱恩追问，哒哒哒的声音里，虚幻的白纸吐出了更多。他曾经的名字是死者之城，是古神不死鸟始祖格雷加利的地上神国。自从这位古神开辟出冥界，他的神国就转移到了那里。死者之城逐渐成为他后裔和信众的圣地。格雷加利这位古神被远古太阳神重创破碎前，将这座城市拔起，丢到了临界深处，那里的居民再也没谁出来。卡尔德隆这个名字来源于最早进入的那位亚伯拉罕家族天使，这在王者之语里的意思是未知的魂灵。第189章礼貌第一。论起对古神的了解，克莱恩并不比许多高序列强者知道的少，毕竟他背后有一个从第2季开始延续到现在的白银城，那里传承着相应的神话，残留着许多影响。据他所知，不死鸟始祖格雷加利就是所谓的远古死神，因被白银城造物主惨遭天使之王分食的那位太阳神重创，在第2季尾声破碎陨落。但是他的影响并未就此消逝，直到当前时代也依旧有一些痕迹存在，因为他是冥界的开辟者，死者之城，未知的魂灵，古神，这一听就很危险啊。克莱恩看着面前的无线电收报机，陷入了沉思。哒哒哒，虚幻的白纸又吐出了一截。除了这些，其他我都不太清楚。伟大的主人，我有一个建议，您想听吗？这个问题不错。克莱恩收回思绪，轻轻颔首道，说无线电收报机哒哒哒的声音一下变得轻快，虚幻的白纸上很快多了一行单词。关于卡尔德隆的问题，您可以询问红光埃尔莫瑞亚，最终还是绕不过红光啊。克莱恩幅度很小地点了下头，转而问道，如果我揭开地狱上将路德维尔的面具，会有危险吗？没有。一个坚决笃定的单词跃入了克莱恩的眼帘。这就好，他想了想道，今天就到这里，伟大的主人，明智的主人，再等1-2分钟，就会有注视的目光投过来了。
您忠诚的仆人阿罗德斯等待着您下一次的召唤。再见无线电收报机的哒哒哒声一点也没有迟疑。还有1-2分钟，怎么不早说？克莱恩心中一惊，就像看到了定时炸弹的倒数计时，连忙又利用还未撤销的祭坛、还未收起的材料，举行献祭仪式，将那台无线电收报机丢到了灰雾之上。做完这一切，确认周围没什么异常变化后，克莱恩让密偶路德维尔主动走到一旁，避开正面，摘下了脸上那张银白色的面具。深沉苍白的光芒一下喷薄而出，但不像克莱恩上次与路德维尔战斗时见到的那样夸张，只是覆盖了周围很小一片区域，如同即将燃尽的蜡烛。与此同时，附近丛林因无线电收报机被送回灰雾之上而消失的阴冷灰暗感又一次出现，并且多了些描述不清却直击心灵的恐怖意味。这让克莱恩联想起了墓园，联想起了传说中的冥界。等待了几秒，见没有额外的异常爆发，他让另一个密偶赢家恩佐绕至地狱上将路德维尔的正前方，仔细观察起那张长期被面具掩盖的脸孔。这脸孔缺乏血肉，皮肤紧紧贴在了骨头上，且没有一点颜色，透明如同水晶。水晶之下，一道道难以名状的透明影子在快速流淌，时而与头骨结合，时而缩于缝隙处，呈现在牙齿上。换作刚穿越过来那1-2个月，克莱恩肯定会被地狱上将的样子吓得半死，可现在他已经见识过太多奇形怪状的失控者，异变体根本不会被这种程度的长相撼动心灵。又是一番研究，克莱恩完全弄清楚了路德维尔的状态，这都源于看门人本身的特殊。到了序列5，成为看门人后，非凡者能以身体为囚笼，为独属冥界，容纳一定数量的魂体、王者和自然灵，借此获得各种独特能力，拥有强大的帮手，无需走到哪里都必须带着一支亡灵大军，非常引人瞩目。这在许多民俗传说里演化出了背后灵类故事。看门人另一层意思，也是最古老的那层意思，就是看守体内的冥界，不让容纳的灵逃脱，并可以利用他们。这同样有一扇对开的虚幻大门作为象征。而远古死神不死鸟始祖格雷加利开辟出冥界后，等于将死神领域的少量权柄赋予了所有看门人，让这个序列的非凡者全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实力提升。地狱上将路德维尔之所以始终戴着那张面具，就是因为他容纳了一个强大的冥界生物。这生物一方面被他利用，另一方面反向侵蚀了他的身体，将他转化为了半亡灵半人类的存在。同时，这生物始终在本能的连接冥界，试图打开大门，回归那里。这结合看门人本身的能力和权柄，以及死神戒指的增幅，让地狱上将路德维尔能放大冥界之门，直接驾驭黑色郁金香号进入。半亡灵半人类，难怪路德维尔赶进冥界，真正的活人是没法在那里生存哪怕1秒钟的。那个冥界生物给他带来了身体部分亡魂化的特殊，可以隔空抽取别人的灵体，我当初就有遭遇过。克莱恩有所恍然的让地狱上将重新戴上了那张银白色面具，这面具的作用是安魂，让鲁德维尔体内的冥界生物绝大部分时候都处于比较平静的状态。解开了疑惑，克莱恩又将注意力放回了祭坛，他要尝试联络灵界七光了。在这方面，有特殊的秘器仪式和对应的通灵仪式可以选择。克莱恩经过考虑，选择了后面那种，因为秘器仪式中，他自身得放开心与灵，与指向的存在接触，从而获得一定的知识、力量、帮助或精神体验。这将导致他本身的思想和秘密也对那位存在开放。而通灵仪式有直接沟通和请求对方降临两种，因为灵界七光的位格极高，克莱恩也没法保证对方一定会遵照仪式的要求回应，所以他虽然想的是隔空对话的通灵，但也额外做了降临的准备，以示诚意。点燃那3根蜡烛，滴入薄荷精油等液状物，克莱恩特意拿出了一张纸人，将它放在祭坛上，作为降临的载体。如果没有类似的事物，祈求的目标将降临在他的身上，就像当初达尼兹请冰山中将艾德文纳降临一样。这也分两种情况，一是被附身者完全失去知觉，由对应存在控制，回答他人问题；二是被附身者保持清醒，能掌控身体某些部位，从而与降临者进行问答。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可以用嘴巴说，一个操纵手来写。克莱恩很快完成了仪式前面部分，退后一步，张开嘴巴，用古赫密斯语诵念道：
我以我的名义祈求，我祈求与永不消逝的灵界之光、无尽之时的化身、权柄与意志的鸿沟通。这个通灵仪式与正常那些最大的不同是，不能向神灵祈求，无论黑夜女神，还是知识与智慧之神、尊名都不能出现在仪式里，否则必然会导致失败。从神秘学角度来说，这意味着灵界七光不归属，也不侍奉任何一位神灵。随着一个个能沟通自然之灵的单词吐出，克莱恩看见那3朵烛火同时膨胀，于轻微的啪啦声里连成一片，仿佛打开了一扇光门。祭坛周围陡然变得寂静黑暗，一双双莫名的眼睛从不同的地方齐齐望了过来。阴冷之风猛地吹过，除了3根蜡烛，祭坛上所有物品都漂浮到了半空。其中，那纸人摇摇晃晃直立而起，表面刷的染上了浓郁明净、一点也不血腥的红色。您好，克莱恩边回想部分神秘学书籍里讲述的灵界七光相关事情，边按照总结出来的正确互动模式开口道。他表现的就像在面对一位老师。那名红色的纸人头部轻动，发出了虚幻但威严的嗓音。您好，还挺礼貌嘛。果然，通灵变成了降临，还好提前有准备。克莱恩脑海各种念头一闪，诚恳而尊敬的说道：埃尔莫瑞亚阁下，我有一件事情想请教您，您可以直接称呼我埃尔莫瑞亚，请讲。浮于半空的纸人似乎在和克莱恩比谁更礼貌。我想知道卡尔德隆城相关的情报。克莱恩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毕竟大吃货帝国有一句俗语是礼多人不怪。明红色近乎透明的纸人沉吟了2秒道：我可以知道您的目的吗？克莱恩没有隐瞒，坦然说道。狩猎灵界掠夺者纸人脑袋微动道：这确实只有卡尔德隆城容易找到，在别的地方，灵界掠夺者就像一滴水进入了大海，非常难以分辨，就连我也只能偶尔发现，无法长时间锁定。他们部分活跃于卡尔德隆城核心区域，少量散布于外层，只要您不尝试深入，其实并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可惜那里的某些特殊阻止着我们七光进入，否则我们还能提供一定的实质帮助。那是古神格雷加利曾经的神国。克莱恩心中一定，做起确认式提问。明红纸人道：是的，远古死神希望借助这座死者之城复活，但他彻底失败了，权柄被拜朗那位死神占据了。不过这也让卡尔德隆城变得更加危险，因为古神遗留的布置在失败后发生了一变，具体变成了什么样子，我并不清楚。这样啊？克莱恩微不可见点头，又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多个问题，都得了相对满意的回答。拜亚姆，靠港口位置的一栋房屋外，阿尔杰和心智上将加德利亚正耐心等待着里面的人享用晚餐。第190章孤与鱼。看着映出煤气壁灯光芒的凸肚窗，罩兜帽戴面具的阿尔杰正想开口询问行动的细节，忽然看见一道影子从旁边浓郁的黑暗里长了出来，化为一个瘦高苍白病恹恹的年轻男子。无血者西斯道尔。阿尔杰迅速就认出这是未来号的二副。西斯没有看他，直接对心智上将加德利亚道：船长，他们没有察觉异常，将那些蘑菇做成了奶油浓汤，并预备好以香煎肉鱼为今晚的主食。很好。加德利亚摘下了鼻梁上架着的沉重眼镜，用显出神秘紫色的眼眸望向有墙壁阻隔的房屋餐厅位置。西斯道尔没有啰嗦，身影瞬间暗化，回归到了阴影里，不知前去了什么地方。听完两人的对话，结合之前隐者女士说的内容，倒吊人阿尔杰大概有点明白今晚行动的核心要素是什么了。蘑菇，毒蘑菇。虽然不知道心之上将究竟用了什么办法让里面的非凡者灵性直觉失效，无法分辨正常蘑菇和剧毒蘑菇，但阿尔杰相信在神秘学里这不是不可能。他迟疑着开口道：这会不会导致工匠夏尔夫死亡？野生的工匠是相当珍惜的事物，阿尔杰并不希望在还有回旋余地的情况下失去这么一位朋友。于他而言，最理想的方案是把这家伙囚禁起来，让他成为自己和隐者专属的工匠。不会。加德利亚平静摇了摇头，随口解释道：无论是你给予的情报，还是我船员观察到的细节，都有提到一点，夏尔夫不喜欢吃鱼，甚至非常讨厌。这可能与他小时候被鱼刺卡过喉咙有关。正是基于这件事情，加德利亚最终选择了蘑菇战术，这能有效瓦解敌人的有生力量，让自己这边承受的风险降到最低。那种能在黑暗环境里吞噬血肉来繁殖的蘑菇，在一开始就被心之上将排除了，因为它能让灵感敏锐的非凡者直接察觉到异常，
就像面对剧毒的事物一样。另外，信仰原始月亮的非凡者，大概率对草药、植物、果实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仅靠目视，应该就能识别出太具危险性的蘑菇。要想瞒过他们，唯有食品本身无害，通过接触其他事物发生变异，才能办到。这一点，弗兰克之前创造的那种蘑菇正好合适。如果不凑齐鱼肉和水2个条件，那种蘑菇就是正常的蘑菇，既不会毒死人，也不会导致腹泻，会一点点消化，分解为不同成分，最终排出体外。到了这一步，再有鱼肉和水也没用了。为此，加德利亚特意让弗兰克重做了暂时被放弃的那个实验，获得了一批蘑菇，并承诺将来会猎杀一个极光会的蔷薇主教给他。讨厌赤鱼，阿尔杰低语出声，觉得自己又一次跟不上隐者的思路了。他明明问的是毒蘑菇是否会导致工匠夏尔夫死亡，结果对方回答的却是工匠不会死，因为不喜欢吃鱼，甚至非常讨厌。这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吗？阿尔杰在心中疑惑自语，没有开口询问。他保持住沉默，决定等会多观察多留意。过了一阵，那栋房屋内突然有惊叫声传出，伴随一阵又一阵痛哼声、呕吐声。行动加德利亚异常简洁地下达了命令，他的身影瞬间透明，就像变成了无数星光聚合成的雕像。那雕像一下破碎，璀璨的星辉点点涌动，豁然就来到了房屋门口，从缝隙处钻了进去。片片星芒在内部重聚，加德利亚的身影显现了出来。然后他听见了呜的风声和砰的撞击动静，门框摇晃，房门打开，赵兜帽戴面具的倒吊人阿尔杰不比心之上将慢多少的进入了目标建筑。他目光一扫，迅速就将餐厅位置的状况纳入了眼底。工匠夏尔夫一脸惊恐的倒退，远离着长条桌。地上趴着2男1女，正不断的呕吐出蘑菇，他们的胸腹间衣服已然裂开，长出了一朵又一朵蘑菇。察觉到有人进来，这几位下意识抬头，脸上已有白色的菌丝显露，一丛接一丛。阿尔杰被面具遮住的脸皮不由自主就抽动了一下。虽然他经验丰富，见识广博，不是没见过恐怖场景的那种非凡者，但这样的画面依然给他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和心灵冲击。星之上将加德利亚有所预料，却没想到会如此惊悚。愣了一下，才用右手捏住嘴巴，吹了声口哨。一条条虚幻的绳子从地上冒出，蛇一般盘绕着将那3位原始月亮信徒捆绑了起来。有办法终止吗？加德利亚侧头对角落的阴影道。一阵沉默后，希斯道尔的声音从那里传了出来。弗兰克说他还没实验出终止的办法，只能火化。加德利亚眉毛微动，当即从暗袋里掏了把粉末丢了过去。那些粉末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准确的落到了3位原始月亮信徒和各个蘑菇身上。无声无息间，赤红的火光腾起，静静的燃烧着他们接触到的所有事物。工匠夏尔夫早在目睹异变时就吓得呆住了。有人闯入后，本想依靠一身的神奇物品反抗，可很快就认出来者是星之上将加德利亚，于是理智放弃，果断站立于原地等待。他自问自己还是有较高利用价值的，不管到了哪里都不会直接被杀。而且星之上将一向没什么恶名，最差的情况也就是加入星星海盗团。而且这位海盗上将本人比通缉令上的画像更好看，完全不一样的气质。夏尔夫拉扯了下狼牙项链，堆起讨好的笑容，等待着闯入者说出目的。加德利亚瞄了他一眼，认真审视了下他的长相，只能确定是典型的阴蒂斯人，没看出与女王有比较像的地方。这位海盗将军斟酌着开口道，我本来通过一个朋友介绍，想找你制作神奇物品，结果发现你和原始月亮的信徒走在了一起，他们3个的实力并不强，根本限制不了你，为什么你还要留在这里？加德利亚这次行动的主要假想敌之一其实就是工匠本人，因为既不能杀掉他，又要控制住他，而且他还有好多件搭配恰当的神奇物品，绝对算得上一个强敌。结果没想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夏尔夫讪讪笑道，他们最早有强者在拜亚姆，并且通过某种花的香味和粉末，让我染上了奇怪的疾病，变得比较虚弱。加德利亚随意打量了下道，你现在已经恢复健康了，为什么不找机会逃走？阿尔杰在旁边静静看着，没有开口，免得被嗓音出卖。工匠夏尔夫干笑了2声道，被他们控制的这段时间，他们告诉我，
只要信仰原始月亮，就能通过一定的仪式治疗好我的顽疾。我没经受住诱惑，试了一下，结果真的成功了。我又找回了做男人的感觉。说到这里，他戛然而止，发觉说的太多，暴露了隐疾，这是在女人方面太过放纵，逐渐失去能力了。阿尔杰暗自呵了一声。夏尔夫抬头望了望对面两人，见没谁出声嘲笑，遂轻咳了一声，继续说道：那不是靠药物，是真的恢复到了年轻时候的状态。之后我有2次梦到看起来很血腥又很诱人的月亮，我想我应该确实成了原始月亮的信徒，所以我不敢逃走。加德利亚和阿尔杰无声用眼神交流了一下，同时在心里给工匠判了死刑。一个人只要真的信仰了邪神恶魔或某些隐秘存在，除非愿意一直这么下去，慢慢变得狂热，否则就算有所反悔，被官方势力保护了起来，好久没出问题，几年后也可能在睡梦中无声无息掐死自己，这几乎无法拯救，除非有资格获得各大教会教宗这个层次的地上天使祝福，或者接受某些封印物的隔离，永久活在地底。当然，类似情况下什么也没做，依旧活到年老正常死亡的也有不少，但那大部分都是普通人，属于容易被邪神恶魔、隐秘存在们忽视的对象。而夏尔夫是一位很有用的工匠。加德利亚不再提原始月亮信徒的事情，对他来说，工匠是否信仰邪神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只要能够沟通，达成交易，不时疯狂，就可以合作，其他事情不是一个海盗需要担忧的。他转而说道：你现在有哪些神奇物品？我挑选部分给你留几件。对于这样的发展，工匠夏尔夫一点也不意外，对方是海盗，不是警察，顺手抢一把简直再正常不过，能够给他留上几件，他都觉得自己该诚恳道谢。其实以他的层次和物品，拼一下或许真能成功逃走，但他没有这个勇气。好的，夏尔夫先从胸前口袋处取出了一副灰白框眼镜，石像鬼眼镜，只要出现目光的交触，就能让对方浑身麻痹，像是被石化了一样。负面影响有2个，一是如果带着它照镜子，会让自己也麻痹；二是身体变得沉重，行动不够敏捷。这不就是我预定的那件物品吗？原来已经制作成功。望着工匠的阿尔杰，眼睛忍不住眯了眯。